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孟子义、何宇吻道缺氧，糖里裹刀的 BE 美学为何让观众泪流满面？由孟子义领衔主演的《九阴真经》播出后，观众反响强烈，话题热度和收视率都很高。当孟子义饰演的梅超风抱着何宇饰演的陈玄风逐渐冰冷的尸体，两行血泪顺着苍白的脸颊蜿蜒而下时，整个短视频平台的弹幕瞬间被美强惨3个字刷屏。这部被网友戏称为纸巾消耗机的华山论剑之九阴真经，用8集篇幅完成了传统武侠剧30集的情感密度，将金庸笔下边缘配角的故事硬生生掰成了暑期档最锋利的刀片。吻戏、床戏、暧昧的艺术与留白的哲学，从青涩到绝望的3级跳。不同于多数古偶剧工业糖精式的吻戏，九阴真经的3场关键吻戏堪称情感进度条。出玉石练剑的肢体触碰，孟子义眼尾微红，睫毛轻颤，把少女情窦初开的羞涩演绎的让观众集体缺氧。星空下的誓约之吻，何宇的手指穿过她的发丝，呼吸声通过麦克风被无限放大。网友戏称这哪是吻戏，分明是荷尔蒙在镜头前核聚变。而最致命的染血之吻，梅超风唇角的血渍与陈玄风逐渐涣散的眼神交织，将诀别戏拍出了泰坦尼克号船头相拥的悲壮感。床戏的高级玄学，当草原篝火旁的帐篷剪影映出缠绵的身影，当晨光中梅超风肩头若隐若现的红痕与散落的衣带同框，观众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性张力可以不靠直白裸露，而是通过意象化的镜头语言完成。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处理，既规避了审核风险，又让观众的想象力在留白中疯狂生长。有网友在弹幕调侃，导演是不是学过《诗经》？关关雎鸠的含蓄全用在床戏里了。B 美学，虐心的艺术与宿命的狂欢，死于最爱时的致命暴击。陈玄风临终前那句摸脸触刀，像一把淬毒的匕首扎进观众心脏。这个忠犬狼狗型男主的死亡设计堪称心理学大师。他选择在梅超风最炽烈的爱着他时离去，让爱而不得的痛苦指数飙升至顶点。更绝的是导演的镜头语言，慢动作下，陈玄风的手从梅超风脸颊滑落，血珠在空中划出抛物线，与草原上被风吹散的桃花瓣形成残酷对比。有观众在豆瓣发帖，这哪里是结局，分明是在我心脏上刻了道愈合不了的疤，看哭了。黑化的蝴蝶效应，梅超风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，从偷九阴真经时的颤抖，到背负血海深仇时的癫狂，孟子义通过眼神的3级跳完成了角色蜕变，前期如小鹿般清澈的瞳孔，中期混杂着恨意与迷茫的阴鸷，后期彻底陷入疯魔的空洞。当他挥舞着白骨鞭血洗仇敌时，观众突然理解了金庸笔下女魔头背后的创伤。原来所谓的恶，不过是被碾碎的善在绝望中开出的花。争议与破圈，情感爆发的速食困境。尽管多数观众被高密度的情感冲击折服，但仍有部分观众质疑8集篇幅是否真的能支撑从相爱到复仇的完整逻辑链。比如陈玄风生吞砒霜练功的情节，虽在剧中被简化为一句台词，却让部分观众觉得工具人实锤。这种快餐式叙事的争议，本质上是短剧行业的永恒命题：如何在压缩时间的同时保留情感厚度。配角的意外突围，周一围饰演的黄药师和陈都灵饰演的冯恒，本应是推动剧情的关键人物，却因父女感过强的选角被观众吐槽辣眼睛。
反而是陈玄风临终前那句摸脸触刀的台词设计，以及冯恒为护梅超风当街挡刀的戏份，让配角团队意外封神。这种主角靠演技，配角靠人设的现象，折射出短剧市场人设先行的残酷现实。4. 孟子义的破茧与何宇的惊喜。孟子义的演技进化论，从说英雄谁是英雄中黑化的雷纯，到桃花映江山中隐忍的江桃花，再到九阴真经中疯魔的梅超风，孟子义用3年时间完成了美强惨赛道的3连跳。在梅超风失明后的戏份中，他通过眼球震颤频率的细微调整，将角色从迷茫到癫狂的状态精准传递给观众。有影评人指出，孟子义的演技不再是花瓶式的漂亮，而是有了手术刀般的精准度。何宇的苏感哲学，陈玄风这个角色如果放在传统武侠剧中，可能沦为忠犬工具人，但何宇却用克制的侵略性赋予了角色灵魂。比如他在吻戏中刻意放缓的鼻息，以及握住梅超风手腕时拇指的无意识摩挲，都让观众感受到苏感的高级形态，不是霸道总裁的强取豪夺，而是暗流涌动的温柔。有网友在微博调侃，何宇的喉结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？每次滚动都精准踩在我的心跳点上。通过上面的介绍，我们不难看出华山论剑之9阴真经的成功，本质上是一场传统武侠与短剧模式的双向救赎。它证明了武侠题材可以跳出家国大义的框架，在小爱与大恨的纠葛中找到新的生命力，更证明了微短剧不是速食文化的代名词，而是可以承载复杂情感与深刻人性的艺术载体。当观众在弹幕中跪求平行时空 HE 番外时，这部剧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。在这个被短视频驯化的时代，用8集篇幅，在观众心中种下了一颗关于爱与痛的种子。或许正如某位观众的锐评，他用命教会他爱，他用余生学会恨。8集哭完一卷纸巾，但那些刻进 DNA 的吻戏和血泪，终究会在某个深夜突然刺痛我们麻木的灵魂。这种刺痛，恰恰是武侠精神在微短剧时代最鲜活的注脚。那么，由孟子义、何为、周一围、陈都灵共同出演的电视剧《华山论剑之9阴真经》，你看了吗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，一起来说说这部剧的观后感和喜欢的演员。